这个也是在台湾非常多的产业呢，在面对中国压力当中，其实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挺得住。台湾的产业呢，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在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来看看在全体上市柜公司公告的2023年在全年度的税后净利。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全年度的税后净利，我们看到从第一季的6230亿到第二季呢7474，第三季呢9142亿。我原来估计呢第四季会落在7500亿上下，最后的结果呢是6509。这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年，其实从营收呢衰退将近3兆5千多亿，而税后净利呢比起前一年少掉1兆，所以这个幅度呢将近 26%。这个下跌的幅度啊是相对的大齁。那基本上也可以看到台湾的整个企业去年的获利呢应该算是历史第3高，从2021年的 4.298 到2022年的 3.98， 那么到去年 2.91， 大致上呢在2020年之后呢这是第3高，但是股价推升到2万点之后呢，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在进入到2024之后呢，如果台股在今年没有办法能够创造超过 3.6 兆以上的税后净利呢，股价恐怕很难支撑在2万点以上，这是大家对未来呢要有所感受。这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公布季报的企业当中呢，为什么到第四季会产生相对大的落差？最大的关键，我们看到税后净利的在营业利益的部分呢，台塑在去年全年它亏损了40亿3500万，台化呢亏损30亿5千万。这个台塑4把当中啊，有2家呢是本业出现亏损，而这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石化业呢，大致上是在中国的竞争当中呢，他们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同样的，在不同的产业，它也呈现不同的面貌。你看到台积电去年的税后净利到 8384.98 亿，但是呢，力积电的本业在去年亏损31亿5600万。所以这个同样晶圆代工呢，有的强有的弱。同时呢，你也看到在货柜行业的部分呢，长荣在去年的本业赚了347亿，但是阳明它亏损 16.66 亿。这样的一个本业的落差呢，大家可以看到，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呢，在中国的杀戮当中啊，它会呈现一个相对亏损的局面。所以我们要非常了解中国的影响，现在正在逐渐扩大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就是，如果在这些年当中，你的供应链呢是跟中国高度连结的企业呢，从水泥、钢铁、石化到面板，到太阳能电池模组，到现在的热门的电动车啊，到成熟制程晶片呢，他们现在因为中国的大量的量产，现在形成一个杀戮战场。台湾的企业呢，现在这个几个产业当中啊，它受到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到台塑会亏损，而台化亏损，中石化也是亏损，成熟制程的力积电它是亏损。而电动车呢，台湾现在看起来鸿海还没有正式问世，但是呢，前景看起来也是暗淡。水泥呢，台泥在去年本业赚了 100.3 亿，大概有一点好转，但是整体来讲，现在对中国的杀戮呢，它从台湾相关产业其实它也杀到全世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很多产业啊受到影响。最近比较热门的，大家看到五茂因为到中国养猪啊，它投资亏损19亿7千万，连续3年呢都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去年的稳懋本业亏损了5600万，它的砷化镓 PA 功率放大器已经开始面对三安光电跟木林森的夹击，价格在往下滑。但是在业外的部分呢，它去养猪也造成了巨大的亏损，所以这个大家要高度关注的。整个中国的制造呢，现在影响越来越广。在今年当中啊，从苹果开始到 Starbucks， 我们先前讲到的瑞幸咖啡在夹击星巴克，现在星巴克
股价是节节败退了。而苹果呢，在这个礼拜我们会看到3月下旬呢，库克到了上海的静安寺的卖场，那么有一个造势大会你看到静安寺的广场现在人潮汹涌，他现身在上海，也跟王传福、包括陈晓硕还有周群辉呢在上海见面这个他是在巩固中国的供应链。所以库克的话，他说对于苹果供应链来说呢，没有比中国更为重要的地方，苹果会持续增加投资，以确保其高效运作。对库克来讲呢，他去巩固中国的供应链，但是苹果的科技光环呢，不断的在暗淡。尽管库克在中国不断的努力，但是呢，对苹果的股价呢，没有任何的加分的效果。而且大家都知道，苹果在现在的股价呢，它市值已经掉到这个 2.61 兆它跟 NVIDIA 的差距呢，大概剩下3700亿。如果有一招 NVIDIA 呢超过苹果的话呢，那库克还能不能在 CEO 的位置上能够安坐？这是大家现在可能要面对的，也就是市场上现在期待库克呢带领苹果在 AI 的创新研发上能够有新的产品或新的技术呢来告诉投资人。但是呢，库克现在看起来他在巩固中国的供应链，这个方向走错，我相信对苹果的股价呢没有任何效益，所以苹果的股价呢不断的探底。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除了苹果以外呢，特斯拉现在的状况也很严重。最近的 X 上面呢，评论人叫蔡顺坤先生，他是中国理美的经济学家，他说马斯克在中国设厂，中国官方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零部件的供应链呢放在中国。短短几年之内呢，中国的新能源车呢呼啸而至，实现了传统汽车业10几年没有实现过的国产化的梦想。弯道超车占据了所有的位置，连马斯克都惊呆了。他说，我认为如果不建立贸易壁垒，他们几乎会摧毁世界上大多数的汽车公司。那中国汽车公司是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汽车公司。现在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供应链它在中国制造相对能力是高超的。蔡顺坤先生另外一篇推文，他讲说不要低估了中国制造业的杀伤力。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老早就超过10兆美元。今天的亚马逊跟天命绝大部分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说当年自助提款机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一台售价100万美元。他说中国厂家很快大规模的组装生产，现在一台提款机价格不到20万人民币。西方国家类似的厂家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这个就告诉大家中国竞争力道相对强劲。而中国的汽车呢是弯道超车，从后面开始追赶，这个追赶力道越来越强大。现在的比亚迪呢已经跟特斯拉呢旗鼓相当，比亚迪这个到3月销售量超过30万辆，进入了全球78个国家。而特斯拉呢在第一季呢销售下滑 31.8%，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双方差距在拉近，也开始有人在讨论，现在特斯拉跟比亚迪卖出的汽车的销售呢相差无几，但是呢事实差距是非常大。这个最后呢到底会怎么样的调整，这是大家可能要拭目以待的。那市场上分析师呢认为特斯拉的股价呢缺乏实质的支撑，如果本益比调整可能会再跌 33%， 这是大概在整个市场上呢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假如大家用特斯拉的现在所面临的困境，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发展如何避开中国杀戮呢？这是大家现在所要面对的一个最关键的课题。而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现在的地缘政治当中的角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也包括耶伦很可能要访问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双方最大的焦点大概都会放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无形的战争。美国进口的相对的国家呢，现在墨西哥跑到第一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下去了。在这样的一个进口比重当中大家可以想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不断的在下降，供应链的改变，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数字。2009年之后呢，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占比最高 21.7%。那到了去年2023呢，降到 13.9%。墨西哥超过了中国，它到 15%。这个时候大家看到2022年中国对
美国的贸易顺差呢，最高到4041.38亿美元，到23年的时候呢，顺差缩水到2794，这个顺差差距大概1300亿美元左右。1300亿美元，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中国会有多少制造业会面临关门，或是降低员工聘雇的这个人数啊，这个会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中国顺差少1300多亿，它跑出来呢，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呢是到1520亿，美国对越南的贸易逆差到1050亿，这个都是在2017年的2-3倍哦。这个也告诉大家，在供应链当中，中国的占比不断的在下滑。最近我们看到王毅在讲，他说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义何在呢？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2个字就紧张焦虑啊，大国的自信何在？那看起来他也是在咄咄逼人。那最近的经济日报的社论，他讲到中国制造呢冲击全球政经生态，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中国生产力制造工业制造生产能力非常强劲，但是因为量产没有节制呢，所有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产业呢，现在都血流成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钢铁、石化到水泥都面临同样的情况。而全世界面对中国产品的倾销，现在都开始祭出高关税，这个也是在台湾非常多的产业呢，在面对中国压力当中，其实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挺得住。台湾的产业呢，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一方面呢，除了供应链移出之外呢，美国也把资金呢从中国再抽离，所以你可以看到，从1990年之后呢，美国号召全世界大概有2兆7千亿的资金呢到中国去投资，现在呢，这个钱不断的从中国流出来，这个流出来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资金的洪流不断的在改变。一方面呢，台湾跟日本它成为高科技的世界工厂，这跟90年代以中国以代工以低成本的格局呢完全不同。而去年外来投资啊到中国减少82%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日本的日经指数跟印度的股市呢，它成为资金汇聚最重要的这个市场，所以印度跟日本都大幅的上涨。台股呢在第一季呢拉出了 13.18% 的涨幅表现啊，相对是出类拔萃。所以全球资本市场，美国现在不断的往上攀升到51兆的，占全球 48.1%， 而中国呢现在降到 8.43兆，它降到全球 10%。在2015年中国气势最旺盛的时候呢，它占全球 20%， 现在降到 4% 了。而印度追上香港，而日本开始逼近了中国，这是一个在金融市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现在苹果跟特斯拉的掉期之后呢，华尔街日报呢现在把美国的科技7雄现在改成4雄，这当中除了 Google 以外呢，苹果跟特斯拉呢大概都是受到中国市场带来的萎缩所造成的影响。现在中国的内需的相对的式微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那么从这一次的台湾的资金的红潮来看呢，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在00940现在一开盘就下跌以后呢，大家都在讲00940跟00939的所带来的投资人的损失，但是大家特别要注意，今年有14档 ETF 今年涨得超过 20%， 这个都比大盘 13.18% 来得要好。但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在投资 ETF 呢，千万不要只看今天或明天，用短线的当冲来操作很容易赔钱。那如果 ETF 呢，大家有长线的投资的准备，我相信 ETF 还是很安全的标的，因为这里面所有的组合都是最有竞争力的公司。这个也是大家把 ETF 当成你的资产配置，但是呢，不要把它当股票当冲在上下起手，我相信不容易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我想今天给大家的简报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